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Land，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在工作上呢，常常遇到有人会说 Hello Doctor， 我最近觉得每天都好紧张哦，然后觉得压力好大，我是得了焦虑症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面蛮常遇到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焦虑症是有哪一些症状，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做一个诊断的，还有它可能最简单的一些基本的治疗的一个介绍。OK，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呢，如果说呢，今天你在工作上面有一场演讲，你可能会因为这一场演讲呢，然后就觉得自己压力非常的大，甚至呢，觉得可能会睡不着啊，或者是满脑子都一直在想，停不下来，甚至连睡觉都觉得好像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件事情。那这是正常的，那代表你感到非常紧张，非常的有压力。那一般来说呢，这样子的压力反应呢，会在事情结束之后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可以放松了。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在事情结束之后呢，反而他们的压力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结束或者是消失，他们还是会觉得我的压力还是在耶。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面呢，就会发现大约有5%到8%的人呢，他们会一直觉得那个压力一直都在，然后他们也没有因为事情解决或者是某个事情结束而那个压力感因此而消失。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比较有可能是得到了所谓的焦虑症。那所谓的焦虑症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因为我们非常的焦虑而引起我们的胸口闷，或者是胸口痛，又或者是睡眠睡不好，甚至做噩梦。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所谓的焦虑症，它必须要有3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焦虑呢是过度性的焦虑，也就是 excessive worry。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持续性 persistent， 持续的不断的在焦虑。然后第3个呢，就是 unreasonable， 不合理的焦虑，也就是你在担心生活上面的每一件事情，你担心你的小孩，你担心你的功课，你担心你的家庭，你担心你的工作，你担心你的未来，你担心所有事情。然后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好担心，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好焦虑，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放心的感觉。那甚至呢，有些人可能在光想到天哪，我今天就是早上起来了，我又还有一天要度过，就觉得好有焦虑感哦。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焦虑的程度上面来分，有些人他的严重程度到他可能在生活方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有些人可能是比较轻症的，就是他可能只有一些些的影响，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有影响，或者是只有一些的症状，但是没有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就是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它的犯行率大约是5到8%。临床上面工作上面说见到呢，一般来说女性会是比男性还要来得多的。那发病的年龄呢，也通常会是在蛮年轻的，但是一般来说可能会到20-30岁的人比较容易会来就诊，或者是前来找我们求助。那我们在诊断方面呢，就有几大准则。我们先从那个 DSM-5 TR， 现在是一个新的手册出来了，那它上面的一些诊断的一些准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有哪一些层面来确认你是不是有广泛性焦虑症。它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过度的焦虑。那你这个过度焦虑的时间呢，要超过6个月，而且这6个月当中呢，你有1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焦虑的，也就是你焦虑的状况比你没有焦虑的状况还要来得多。例如说呢，以数据上来看，就是6个月里头呢，有180天，你里头至少有90天的时间你都是在焦虑的。然后呢，
你可能大部分的时间，你感觉上你都是在焦虑，只有少少的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比较放松。例如说，可能今天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待在那个游泳池里头呢，游个2个小时，那个时间我是觉得放松的。但是一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担心我小孩要吃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玩，然后这些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紧张，因为我要安排所有事情。那可能就是你焦虑的时间比较多，放松的时间比较少。然后第二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焦虑。所谓的没有办法控制呢，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很焦虑，但是你想要让自己放松，却也没有办法放松。然后你没有办法让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让自己能够比较舒缓一点。不管你做什么，好像都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状况。第三个呢，除了你焦虑之外呢，你还会伴随着一些其他的症状。那在这下面的这几种症状里头呢，你至少如果是成年人的话，至少会有3样；如果是儿童的话呢，就是1样。例如说坐立不安，或者是疲惫 fatigue。第3，你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第4呢，容易发怒。第5，你的肌肉非常紧绷。第6，你的睡眠是有障碍的，久久都没有办法入睡，又或者是呢，你会做噩梦，又或者是你睡了之后觉得一整晚都没有睡，整个脑筋都没有在停的感觉，然后好像躺下去没多久就醒来，因为整晚都在思考的感觉。OK， 那这是我们在焦虑症之外要有的一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必须要去看到你的焦虑症对于你日常生活的影响有多大。那必须要去影响到你的关系，你的日常生活。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们会焦虑到没有办法去上班或上课，又或者是呢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例如说跟人相处啦，因为你会易怒啊，然后太焦虑啊，导致你很容易跟人家吵架，或者是你很容易不耐烦，然后引起冲突，然后或者是跟人就开始断交了。那第5点呢，就是这个焦虑的症状呢，不是因为药物或者是物质的使用所造成的，那又或者是呢，不是因为你的身体疾病所造成的。那像我们在使用药物或者是一些毒品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容易因此而产生像心悸啊，然后心跳加速啊，感觉跟紧张的那种症状很像。所以这里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部分排除。那身体的疾病的话呢，就是指说，例如说像有些人有甲状腺亢进，那对于有甲状腺亢进的朋友们呢，其实就会因为甲状腺亢进呢，导致他们的行为比较容易亢奋，又或者是呢比较容易易怒，又或者是呢他们会比较容易激动。所以在他们行为上面其实跟焦虑也会有点像，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部分要先做一个排除。那第6点呢，就是不能用其他精神疾病来解释，例如说像恐慌症，如果它其实是有 panic attack， 又或者是呢它有社交恐惧症 social anxiety， 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可能就不适合用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来解释，而是我们必须要用其他的来解释。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所谓引起焦虑症的一些原因有哪一些。其实很多人目前研究上面发现，其实没有所谓的特定的焦虑症引起的原因。整体而言，我们比较常看见的呢，有第一个就是可能你的环境的因素，例如说呢，可能你的工作非常的忙，你的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是一个步调很快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也容易造成一个人压力，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压力造成一个人呢，感觉就是比较容易焦虑。那第2个呢，就是基因的因素。我们发现呢，如果你的家人呢是有焦虑症的话呢，你的小孩子也比较容易会得到焦虑症。那第3个呢，就是女性得到焦虑症的盛行率呢是男性的2倍之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我们确实有被诊断了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那它的治疗方式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可能会用心理治疗，那或者是呢，医生会依照你的症状，可能会推荐你做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方面呢，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所谓的 CBT 认知行为治疗。为什么呢？因为认知行为它就是第一个就是改变你的认知、想法、思考模式跟思考方向。
去帮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可能就会帮助你说缓解你在当下引起你焦虑的那种想法。那第二个呢，就是行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来去减缓我们那种焦虑的情况。那又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因应的方式，不同的因应的技巧，去学习不同的 coping skill， 来让我们在容易产生焦虑的一些情境下呢，自己能够试着透过不同的方式，透过不同的技巧，让自己能够情绪比较平静一点，比较缓和一点。那在药物治疗方面呢，首先一样要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不是精神科医生，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在药物方面想要有更多的知识的话，建议你去跟你的医生讨论。那在药物治疗方面的话呢，其实蛮多人会使用就是抗焦虑剂跟抗忧郁剂。那抗焦虑剂呢，就是所谓的 benzodiazepine， 它的部分呢，其实是比较能够让我们马上就是平静下来的。那抗忧郁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 SSRI。那在 SSRI 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脑中血清素的平衡量可以再多一点。那这样子呢，当我们血清素增加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一个比较开心、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那因为药物治疗在 benzodiazepine 它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比较容易会有上瘾的部分，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药物的耐用性还有药物的成瘾性，很多时候医生是建议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再来服用，而且最好是有微量，也就是少剂量的方式慢慢开始。例如说，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有焦虑症，可是他可能也会伴随着 panic attack。那当你有那种突然恐慌症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服用抗焦虑剂，能够瞬间就是很快速的让你马上比较平静下来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不需要每天服用。那当然，医生也会针对你目前的状况来做调整。那这是目前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治疗方式。那今天就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这是我们在临床上面蛮常见到的一个部分。那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诊断 GAD， 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是事情发生导致我们会有焦虑的症状，不代表你有焦虑症。那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呢，短暂性的压力很大，又或者是短暂性感觉到比较焦虑，或者是感觉到比较紧张，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那希望能够提供这样子的资讯，让大家不用太过于紧张。那对于自己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症状跟你很像的话，建议你去找当地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心理师来帮你做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诊断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或身边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哦。我们下一次见。